诚意单飞后的商务版图，从数量到质量，这步棋走得太聪明了。所有人都在说诚意商务崩盘了，3个月掉了13个代言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我今天就一个态度，而且我先把话放在这儿，这是我今年目前为止看到的最离谱的一次信息差。你猜怎么着？我前2天刷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慌，是好奇。因为这个数字从24降到10，掉了13个，这个数字它太整了，太适合做标题了，反而让我觉得不对劲。你想想看，哪有品牌批量跑路的？又不是出了什么不可逆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13个品牌集体说拜拜？所以我就顺着这个事儿往下挖。我跟你讲，越挖越觉得有意思。说回这个事，先把最关键的时间线捋清楚。2026年1月18号，诚意跟欢瑞世纪的合约正式到期。10年，整整10年。从一个新人熬到古偶一哥，从琉璃到莲花楼，这10年他在欢瑞交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单，老粉应该都清楚，我就不展开了。重点在于合约到期之后，他选择不续约。这个决定本身我就很想聊，但今天先按住，今天只聊商务这条线。那为什么合约一到期，代言数量就出现了断崖式下跌？这里有个点容易被忽略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或者说媒体那边根本没跟你解释。诚意在欢瑞期间的很多商务合约，签约主体是欢瑞世纪这家公司，不是诚意个人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品牌是跟欢瑞签的合同，欢瑞再安排旗下艺人去执行。这种模式在内娱经纪公司里非常普遍。所以当2026年1月诚意跟欢瑞的合约结束，挂在欢瑞名下的那些商务合同自然就跟着到期了。 Jo Malone、Nestle、Make Up For Ever 这些品牌不是不要诚意了，是合约的法律主体没了。你总不能让品牌跟一个已经解约的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吧？我之前也犯过这个错，看到数字就慌。但你仔细想想，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。等等，这里我得补一句，说到这种合约更替期的商务波动，其实有先例的。杨紫当年离开欢瑞的时候，商务也经历过一段交接真空期。任嘉伦走的时候也是。这不是诚意一个人的情况，这是行业标准操作。只不过到了诚意这儿，有人故意把合约自然到期包装成品牌集体跑路，说白了，这就是信息差的恶意利用。评论区上次有人问过，那这些品牌后面会不会通过诚意的个人工作室重新签？我的判断是，一部分会，一部分不会，但这跟诚意个人的商业价值没有半点关系。品牌续不续约取决于品牌自己的年度预算周期、代言人策略调整，甚至甲方内部人事变动。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。但据我了解，已经有品牌在跟诚意工作室这边重新接触了。好，下一个点，这才是我今天最想聊的。所有人盯着那个从24变成10的数字，但没有人聊那个10里面到底有什么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们来看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情。2026年4月，诚意正式官宣成为联合利华美护发代言人。注意，我要把这个事情的含金量给各位掰扯清楚。这个 title 写的是联合利华美护发代言人，抬头是联合利华集团，不是多芬，不是清扬，不是力士，是集团直签。这个 level 在联合利华100多年的历史里，演员里头是第一个。之前唯一拿到过同等级别集团品类代言的是孙颖莎，但她是运动员赛道。也就是说，在演员这个赛道里，诚意是100年来唯一的。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对了，那天我其实在咖啡馆看到这条新闻，差点笑出声。不是因为好笑，是因为觉得太解气了。外面还在讨论掉了13个代言，这边直接拿了个100年首例，你说这叫商务崩盘？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，但算了，直说吧，单品代言和集团品类代言之间的区别不是一个量级的。单品代言就是一瓶洗发水，品牌给你一笔钱，你拍个广告，完事。集团品类代言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品牌把整个美护发赛道的所有资源都交给你了。多芬先官宣，后面同赛道的其他品牌都有可能跟进合作。这是打通一条线，不是接一个点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有偏爱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你就算不喜欢诚意，你也得承认，能拿到集团级品类代言的演员，在整个内娱能有几个？这不是粉丝说了算的，这是联合利华市场部全方位调研之后的商业决策。他们看的是国民度、路人缘、整体好感度，这些东西不是买数据能买来的。所以回到那个24变10的问题，20个普通单品代言和10个里面含着一个百年首例集团代言，哪个商业价值更高？这笔账我觉得不难算。这是长期价值股，不是看日线图的。话说回来，聊到这儿，我还想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最近多芬拍摄的幕后花絮。这个花絮是这样的，拍摄现场，工作人员放了程毅平时爱听的歌，然后他就，怎么说呢，他完全没意识到现场是有收音设备的，就觉得音乐好听嘛，一首接一首的跟着哼。不是那种刻意唱，是那种你自己戴着耳机在家里那种，不自觉地小声的跟着旋律走。结果呢，现场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。后来多芬的总监当面跟他说，你唱歌好好听。程毅第一反应是，你听过我唱歌啊？他以为总监是以前在别的地方听过，结果总监说，刚刚一直在听呀。程毅当时的表情，我估计他表面还在强装淡定，但内心已经在疯狂找地缝了。哈哈哈哈，你说这个人可不可爱？又社死又萌。他就是这种人，你让他在镜头前演那些气场全开的角色，他演得住。但私底下，他就是一个会不自觉哼歌然后被抓包的普通人。但是等一下，我说这个花絮不只是因为好玩。这里插一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品牌方在拍摄现场看到的程毅是什么样的？是一个自然的、真实的，让周围人自发产生好感的人。总监不是被安排说那句话的，是真的觉得好听。工作人员不是被要求传播这个花絮的，是真的觉得可爱。这种东西才是集团级代言最看重的人格资产。你可以花钱买播放量，买热搜，但你买不来拍摄现场每一个工作人员对你的真实好感。联合利华把百年首例交给他，我觉得这个花絮恰恰解释了一部分原因。这个人值得信任，因为他镜头前后是一致的。跑题了，不好意思，拉回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一切放在一起看，意味着什么？我的判断是这样的，程毅单飞之后的商务路径正在非常清晰地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。在欢瑞的时候，公司的逻辑是多签、快签、铺量，20多个代言堆上去，数据好看，公司财报也好看。2024年欢瑞的艺人经济收入64个亿，同比涨了86%分号，这里面程毅贡献了多少，懂的都懂。但问题是，那种模式是公司的需求，不一定是艺人本人的最优解。现在单飞了，工作室可以自己选含金量高的，选调性匹配的，选长期合作的。10个精准的代言，可能比24个铺量的代言，对艺人的品牌形象和长期商业价值要好得多。2019年那次，等等，不对，应该是2020年，我查一下，对，2020年前后。整个行业还在追求代言数量越多越好的逻辑，但这几年市场已经变了，品牌方越来越理性，他们要的不是一个 logo 墙上多一张脸，而是真正能跟品牌调性绑定的人。程毅现在走的恰恰是这条路。我追程毅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我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。这个人在欢瑞待了10年，熬过了最默默无闻的阶段，等到了琉璃，等到了莲花楼。现在他选择单飞，选择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商业价值，这种坚持，懂他的人会懂。其实想想，那些在网上带调代言话题的人，他们关心的从来不是真相，他们只需要一个数字，一个标题，一个能让评论区热闹起来的叙事。但市场不看热搜，市场看的是
品牌愿不愿意把100年首例交给你？这个答案已经摆在那了。所以最后说回来，做这期视频之前，说实话，我看到13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心里也咯噔了一下。我虽然是粉丝，但我不是瞎的，我也会怕。但花了差不多3天时间，把合约结构、签约主体、品牌更替周期这些东西全扒了一遍之后，我发现我差点也被信息差骗了。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，不是说看到那个数字就是被骗，而是说，如果你只看表面的数字变化，不去了解背后的合约逻辑，你的判断一定是错的。这不怪任何人，怪信息不透明。但现在，至少看完这期视频的人应该能明白，诚意的商务没有崩。不止没崩，我赌下半年还会有更多重量级的合作官宣。果果们，这个赌你们敢不敢跟？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，这个人从来不是靠数量赢的，他走的是慢棋，但每一步都走稳了。时间会证明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也是追了他很久的人，把这个视频转给那些还在担心的朋友看看。他没事，他好着呢。评论区见。